大家好，这里是 GH， 今天给大家介绍食材队的组队思路和相关玩法。大家了解之后，可以根据自己的食材型宝可梦进行调整。上期节目我们把所有高产量的食材虫都列出来了，食材产量对于食材队至关重要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达到上期节目里的那些要求，不要把资源浪费在食材产量比较低的宝可梦上。食材型宝可梦介绍完后，再来介绍食材队要有的技能型宝可梦。食材队第一类要选的技能型宝可梦是恢复活力的宠物，而且必须严格筛选。活力直接影响了帮忙速度，帮忙速度直接关系到食材产量和技能触发次数。另外，拥有活力恢复的宠物对队伍的轮换操作也是至关重要的，所以要严格筛选。技能型宝可梦的筛选可以看这期节目。其次，我们要选择的是开机率的宠物和开锅的宠物。开机率的宠物目前只有东东鼠，食材队到达60级后，食材产量才会大幅增加，东东鼠的作用也更明显。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解释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官方开放60级前一直筛选双技能几率的东东鼠，因为比较难抓，大家也可以实际测试一下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，东东鼠平均能触发2到3次，我个人认为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开锅的宠物有小刺怪和火一步、冰一步，建议抓2到3只开锅虫，因为数量多，所以筛选条件可以调整到单技能几率上升。火一步、冰一步建议要有技能等级上升的副技能。理论上来说，东东鼠和小刺怪的数量越多越好，主技能等级越高越好。当然，这一点要看大家的实力了。最后说一下目前版本食材队金种子的投入顺序。第一优先的是活力恢复技能，主技能直接升到6级。其次是东东鼠，也是主技能升到6级。最后如果还有金种子，再把一只技能几率比较高的开锅虫升到6级。产量、活力、开锅速度、开机率速度都有保证了，食材队在玩法上就有了更多的选择，可以获得更高的能量。接下来我们介绍食材队的几个操作技巧。首先是和活力恢复宠相关的，当我们点击活力恢复宠帮忙之前，把其他队员换掉后，就能给新上场的宝可梦恢复活力。这一点比较适用于白天上场晚上不上场的宝可梦。然后是开锅和开机率，当然是数量越多等级越高，开锅和开机率的速度越快，速度越快留给食材虫生产食材的时间就越多。最后是调整时区，宝可梦 Sleep 在1周内可以通过调整时区提前吃饭或者延后吃饭。以北京时间为例，比如中午12点就可以把午饭和晚饭一起吃，或者晚上18点的时候把早中晚饭一起吃。具体能提前或者延后多长时间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区算一下。延后吃饭的时候注意一下吃饭顺序就好。介绍完这几个技巧之后，给大家推荐一些游戏思路，当然这些只是我能想到的，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选择，大家作为参考就好。第一类玩法适合没有办法频繁上线的玩家，每天5只本周食谱对应的食材虫，或者1只活力恢复虫加上4只食材虫，白天黑天用一样的队伍，
平时上线随便触发一下技能，恢复下活力，收个食材吃个饭就可以了。第二类是有一些操作时间的玩家，我们以每顿吃55个食材的料理举例。白天的12小时可以上一只活力恢复宠，加上一只开机率宠物，再加上3只食材宠。我们白天不吃饭，晚上6点的时候通过调整时区，把一天3顿饭都吃完。因为这3顿饭的暴击率是一样的，所以大概率每天会有1顿饭暴击。然后晚上换成1只活力恢复宠，加上4只食材宠。以目前30级的食材产量来看，每顿吃55食材以上的料理，同时还要开锅开机率，还是比较难的。最后一类是开放60级后，提供给追求能量玩家的一个思路，就是我们的食材包快要攒满的时候，可以换成1只活力恢复宠、3只开锅宠、1只开机率宠，进行开锅和开机率的操作。以北京时间举例，背包已经满了的情况下，中午12点吃完饭后，可以上1只奶妈、3只开锅宠、1只开机率宠。这样直到北京时间第2天的晚上11点前，我们这里以10点半举例，只要我们一直不吃饭，我们就可以通过调整时区，再吃回前一天的晚饭。这期间有34个半小时开锅开机率。剩下的食材我们还可以根据情况把第2天的早中晚饭一起吃了。当然还可以提前吃第1天的午饭，这样给开锅开机率留的时间更长。或者周日的3顿 4.5 倍暴击能量的饭能不能提前或者延后吃等等，大家可以灵活掌握。当游戏开放60级后，食材产量有较大的增加，一周能吃到大锅饭的次数就会增加，而且现在又有了暴击率，食材队最终的能量也会有较大的提升。所以我认为东东鼠是食材队在60级后能量产生质变的关键宝可梦。因为每个玩家的食材宠、开锅宠和开机率宠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并没有讲很多例子，只是介绍一些技巧和玩法。大家可以大概了解一下思路，然后根据自己手里的宠物进行调整。